就在肖战的《射雕领跑》第一天预售后，蛟龙昨晚紧急增加了票补的时间和场次。那对于票房落后的影片，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继续砸钱，用钱砸出一个好看的数据出来。今天一早，肖战的《射雕》预售票房达到了1个亿，刷新了影史的新纪录，同时带领整个2025春节档刷新影史纪录。今天周一股市开盘，射雕的出品方中影股票大涨6个点，另一个出品方横店影视更是开盘涨停，带领整个电影板块股市整体上涨。2025春节档预售的第一天，影视和金融行业双双见识到了这肖战顶流的影响力，内娱唯一断层顶流，实力果然不凡。春节档6大影片背后是资本的博弈，每一天都在变化。正如沙哥所料，第一天肖战《射雕》预售的火爆，并没有带动起整个院线的情绪，大资本阵容的院线还是有自己的图谋。第一天的预售并没有因为《射雕》的火爆开多场次，反而是将小厅边角料优先扔出来。可能在院线的认知中，今年的春节档黄金时间和稀缺资源的大厅，随便开什么影片都能爆满，这种不需要过早用于预售，先清掉不好卖的场次才是当务之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肖战的《射雕》呢，出现了有钱买不到票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肖战《射雕》的预售本来可以24小时内破亿，因为预售场次太少或者不好，手中的预售资金花不出去。在沙哥看来，肖战《射雕》在预售期是最有把握的，因为要跟肖战粉丝竞争，片方必须花巨资砸出预售票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像蛟龙这样。砸第二波。也确实有人带节奏说，别家的影片票价都是19.9块，为什么《射雕》的票价贵？上期沙哥也说了，因为《射雕》的成本都用于制作了，别家有钱砸，《射雕》没有。但是《射雕》品质过硬，绝对值回票价。今天蛟龙继续砸票补，这也跟另一个事情有关，也跟《射雕》后续的票房有关。沙哥给大家讲一下。大家参与预售都清楚，国内线上有2大卖票平台，猫眼和淘票票。这2大平台在发行环节的作用实在太大了，他们自己也出一些数据啊，他们的推广对电影的票房影响很大。而今年呢，猫眼的主推电影是《唐探》，猫眼参与了《唐探》的出品和发行，它会集整个平台之力推《唐探》这个片子，所以我们看到猫眼的春节档想看影片中，《唐探》的想看是最多的，超过《射雕》。猫眼的次要宣传影片是哪吒，那哪吒的出品方也是猫眼的股东啊，但是比起《唐探》，哪吒是次要很多的。为什么哪吒的排片这么高？很大原因是哪吒有3D， 这个卖点很多院线会觉得很吸引人，同时第一部票房也很高，自然这哪吒排片很高。淘票票也有主推，就是《封神2》，淘票票是《封神2》的出品和发行，也会倾尽整个平台之力推这部片子，所以我们看到《封神2》的想看人数在淘票票上是最多的，多过《射雕》。淘票票的次推是肖战的《射雕》，淘票票是《射雕》的联合出品方。但是大家要清楚，主推和次推差距实在太大了。再加上从票补这方面来看，《射雕》的宣发费用并没有很多，跟其他影片有很大的差距。所以不管是宣发方还是宣发费用，《射雕》跟另外2部影片都有差距。《射雕》唯一的优势就是肖战的粉丝小飞侠。大家要清楚，在预售阶段，《射雕》肯定是很稳很潇洒，在上映之后，局面可能没有那么可控，大家不要焦虑，跟着沙哥有这个认知之后，要开心快乐的追《射雕》。相信影片本身就是有它的号召力，口碑一定不会差，没有资本照样可以逆袭资本。沙哥讲完之后，大家可能会发现没有提过《熊出没》和蛟龙，《熊出没》这种稳赚不赔的2个平台都有参与，蛟龙正好相反，谁都没有合作，没错，他就是自己搞，所以才这么惨，有一定的原因。虽然投资很大，但是只靠自己不联合卖票平台真的很难啊。昨天沙哥讲了，博纳自己的院线给蛟龙疯狂排片，但是博内院线你并不强，自家那点排片有什么用呢？在排片方面，沙哥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情况。首先重点看的就是万达，万达的排片对整体排片影响太大了。今天给到《射雕》的排片和昨天差不多，17.7%，横店和昨天也差不多28%。中影今天降低了很多，昨天一天大力支持，今天降下来了，只有27%。中影为什么降低？可能跟《射雕》的整体排片有关啊，因为昨天《射雕》的预售给力，很多院线选择在今天加大了《射雕》的排片，所以我们才看到，在中影降下来之后，《射雕》整体排片还是跟昨天差不多。《射雕》整体排片呢，满足中影的预期，中影自己就降下来。中影这样的片方，
护犊子只能明显护一天，后面暗中护。但是伯纳还是跟昨天一样，给到自家这蛟龙的排片是47.5%。没看过沙哥昨天视频的这里要说一下，中影昨天就是这个力度护射雕的。从中影对射雕的排片态度上，我们也能感受到，射雕并没有要在春节档票房中争第一第二。如果后面射雕的票房闯进了第一第二，那么只能说是射雕自己争气，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。那不管射雕最终的票房怎样，预售已经让大家见识到了肖战的实力。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正式预售仅24小时，就以势如破竹的姿态横扫纪录，狂揽1亿票房，创造了中国影史春节档预售最快破亿的新传奇。灯塔专业数据显示啊，这部电影从预售开启的那一刻起，便以雷霆之势连破最快破1000万、最快破5000万、最快破亿等多项纪录，堪称中国电影市场的现象级奇迹。从45分钟破1000万到24小时破亿，每一个节点都如同洪钟巨响，震得人热血沸腾。在排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愣是以逆天的观众热情拿下了超高的大盘占比，凭实力硬生生冲上了预售冠军宝座。中国人心中的武侠梦从未熄灭，每一位普通人的心中都藏着侠骨柔情的热血。而这部由徐克执导、肖战主演的武侠巨制，无疑为这种情怀注入了新时代的能量。那肖战饰演的郭靖是一代侠者精神的化身，是为国为民的大者之魂。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共鸣，让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在预售阶段就能迅速破圈，点燃万千观众的热情，成就了一场全民的狂欢。在肖战强大的国民号召力、徐克大师的匠心加持、金庸 IP 的不朽魅力三重助力下，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带着中华武侠文化重新振翅高飞。这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场属于每一个热血国人的文化盛宴。作为郭靖的饰演者，肖战的选角之路本身就是一段精彩绝伦的故事。根据人物的访谈报道，徐克导演早在2年前就选定肖战出演郭靖。那个时候，肖战初次与徐克见面，甚至连一句期待合作都没敢说出口，只因对这位大师的尊敬与谦逊。而这份低调的体面与扎实的实力，正是徐克导演看中的关键所在啊。徐克的大师之选从未出错，肖战用敬畏塑造角色，用汗水浇灌梦想，最终铸就了属于他的郭靖。这份对作品、对观众、对自己的尊重，是如今多少演员稀缺的品质。从破1亿到持续领跑，每一个数字的背后，都是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和对肖战的支持。作为内娱无可争议的流量之王，肖战以超强的国民度和路人缘，为电影的预售注入了爆棚的能量。许多网友甚至发出了全家一起看射雕，补票补到幸福的感慨。肖战不仅是粉丝的骄傲，也是观众的期待。粉丝也好啊，路人也罢，每一张电影票都是对肖战努力的最高认可。大年初一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肖战的郭靖如何以一枪赤诚守护家国。那肖战与徐克的强强联合，是否会开创中国武侠电影的新篇章？面对众多春节档劲敌，侠之大者带着中华武侠的浪漫情怀，势必在市场掀起排山倒海的狂潮。朋友们，浩峰凭借力送战上青云，千万观众翘首以盼，我们不见不散。